注意看，外国金刚芭比在赛前发布会狂秀肌肉，甚至刻意装嫩，露出清纯且迷人的微笑。在主持人采访时，拿出白色玫瑰赠予张伟丽，面带微笑，大言不惭说要秒杀张伟丽，并且还要把白玫瑰插在张伟丽的坟头上，狂，实在是太狂了！给我狠狠的揍他，狗娘养的！嘿！爽！此女是乌克兰金腰带拳王斯瓦特拉娜·高斯特，拳坛外号金刚芭比。别看她长相清纯甜美，犹如大女孩般阳光灿烂，但其实她今年已经40岁了，为人非常张狂，经常在比赛前嘲讽对手。16岁就获得了乌克兰的青年冠军，18岁就斩获了乌克兰的金腰带，在他们乌克兰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打法非常犀利果断，下手也异常阴险毒辣，甚至将对手直接断脖杀死，令人闻风丧胆。张伟丽征战擂台浴血奋战，消灭了无数口出狂言的宵小之辈，输过赢过就是没怕过，竟然敢说把伟丽打死，真是井底之蛙不自量力。对此，伟丽在赛前表现得轻松自若，不要眨眼睛，因为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中毒。随即前来迎战金刚芭比，老铁们点赞支持中国玫瑰张伟丽。让我们来看这场经典的打脸之战。比赛开始，看双方如何开场。张伟丽之前是中国特别是在河北顶尖的散打运动员。伟丽看到对手不断踱步后撤，当即明白金刚芭比想要控制距离来和伟丽拼战力，所以伟丽完全不给对手机会，勾小腿直接绊倒对手，进入地面缠斗当中。张伟丽现在处于上位，现在张伟丽迅速的开始采取过腿的动作，然后我们看高斯特在防守，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过腿了，马上的撑起特别的快。张伟丽开始地面的砸拳肘击，张伟丽的有着非常细腻的巴西柔术的功底，刚才的从侧面转撑旗也可以说是无缝连接。我们看高斯特企图是连续的起桥来逃脱这个被动的位置，伟丽拿到了非常完美的骑乘位，铁肘不断砸在对手的嘴巴上，让人直呼过瘾，还真是狗狂挨砖头，人狂挨逼斗啊！伟丽赛前就曾经表示自己不愿意和高斯特打满回合，而是要提前终结对手，现在看来一定是有备而来，并非说大话之人。在拼力的去防守，已经连续的多次的起桥，高斯特在下位应该体能消耗的差不多了，被迫转身。张伟丽现在十字固非常紧，有了没有，好了。高斯特的防守的技术还是非常到位，他使用自己手臂被拉直的瞬间，利用手臂角度的调整，而张伟丽也是感觉这个动作快要失去的时候，是主动放开，再次撑起，再次的撑起。这个时候对于高斯特来讲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，又再次的到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。看这个动作张伟丽怎么处理，非常漂亮的转换，又到了侧面的压制，再次的膝盖上盘，看能不能再次拿到撑起的位置。张伟丽实在是转换的非常的快。金刚芭比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，试图控制伟丽的单臂单腿，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徒劳无功罢了。一方面伟丽力量更强大，另一方面上位压制会更节省体力，所以金刚芭比的防御收效甚微。对于这种遭遇战，对于不管是高斯特还是张伟丽，对于互相之间的，来看到高斯特的回腿也是非常的迅速，但是张伟丽现在看到非常灵活的转换。现在高斯特站了起来，高斯特站起来了，非常的快，然后两人再次的摔，哎呦，这个张伟丽的这个摔太漂亮了。张伟丽有着非常扎实的散打基本功，而且跟他训练过有很多的男选手都表示，一般的同级别的男选手都很难抵挡张伟丽那强大的脚感。伟丽的肘部死死顶着金刚芭比的脖子，对手的脸都憋成了猪肝的颜色，完全没有了比赛前的狂妄。伟丽的这种压制是全方位的，如果我是金刚芭比，也一定十分绝望。伟丽不愧是六边形战士。大家注意看，张伟丽的右手是牢牢的抢住了敌手，迫使对手呢在下位，但是不能够自由的翻转。再次的肘击，高斯特也在是奋力的用双腿上盘，想要把张伟丽拿回到自己的腿部控制当中。连续的肘击非常的重，
张伟丽现在非常的稳健啊，在侧位的控制，不断的维持自己的平衡，然后来寻找机会打击对手。金刚芭比这波防守很完美，强行转身反压制伟丽，主动转身的目的是让伟丽击打后脑犯规。该说不说，金刚芭比的挨揍能力极为出色，即使头都被打成了筛子，仍旧能创造反击伟丽的机会。非常艰难的防守。现在高斯特的这个防守的意识是非常的清晰。我们看张伟丽的这种转换的动作非常的快，然后他的进攻啊也是非常的连续，但是高斯特一一的给他化解。虽然说高斯特现在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，但是他的这种防守的意识啊还是真是非常的了不起。张伟丽处于下位，但是呢他拿到的是高斯特的背部，这个位置对张伟丽是非常有利的，双腿勾入，这样的话呢高斯特不管是往哪个方向翻滚，张伟丽都能跟随。再次翻滚，转十字固，转十字固。哦，高斯特还是高位的防守，反应还是非常灵敏，转了过来，再次的翻转，再次十字固。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。高斯特呢现在是被激发出了怒火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。回放中不难看出，伟丽的进攻极其完美，甚至做出了手臂十字固的把位，险些就 KO 了这个乌克兰恶女。不过伟丽越打越自信，第二回合更精彩。运动员除了有进攻的意识，这种像高斯特这种反抗，一直处于一个挣扎反抗想要逃脱的这种精神。我们看第二个回合马上就要开始。第二回合开始，张伟丽气势不减，主动逼近内围，显然明白对手的体力消耗严重，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所以完全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。老铁们，从现在开始千万不要眨眼睛，因为伟丽随时都会出现终结对手的场面。就张伟丽占据上位，因为从现在张伟丽的表现来看呢，还是非常的稳健，但是赛前张伟丽是经受了魔鬼般的降重，可以说是有着15公斤的降重的幅度，而特别是在泰国赛前的几天，最后的3公斤是尤为的艰难。也就是说，张伟丽这次赛前这个小插曲啊，可以说之前并没有在张伟丽身上不存在的问题，但这次比赛前也存在了。所以说比赛真是一个需要各个方面的准备，各个方面的经验，还有各个方面的应对。但是同样也是张伟丽经过艰苦的降重呢，他得到了应有的这种报答。能看出来，伟丽在这场比赛当中心里是憋着一股劲的，从始至终压着这个金刚芭比打。赛前也有很多小黑子质疑伟丽，认为伟丽地面技巧太差劲，而现在张伟丽则用出神入化的地面技巧狠狠打了这些小黑子的脸。我们看现在张伟丽要开始做进攻了，这个是张伟丽非常擅长的位置，再次转回来，肘击。现在处于下位的高斯特，他首先要做的就逃离现在承袭的位置，他可以把膝盖塞进去，或者是起桥翻转，但是现在张伟丽不给他任何的机会，非常重的地面砸击。张伟丽非常的稳定啊，然后不着急，一拳一拳的结束对手。现在高斯特是进退两难。伟丽在击打金刚芭比脑袋的时候，解锁了摇摇车的新技能，一起来欣赏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。继续做动作，但是我们看高斯特现在这个位置啊，他确实是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做其他的动作，只能是疲于防守。现在已经被拉平了，再次的挨拳。裁判终于比赛了。最终伟丽 TKO 对手，赢得了比赛，再次消灭了狂妄老外的嚣张气焰。不知道老铁们认为张伟丽这场比赛打得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留言。